小伙伴们，这支影片我们一起来谈谈性，特别是性偏好，大多数人都有，但很少有人愿意开诚布公地讨论的事情。普罗大众总是喜欢给欲望都贴上正常或异常的标签，但事实上，人类的性取向比这要复杂得多，有些偏好只是有趣和无害的偏好，而另一些偏好则有着更深的心理根源，有时与创伤或压抑的情绪有关。但事情就是在这里变得棘手起来的。当我们不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让羞耻和判断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实际上会把事情变得更糟。人们要么会隐藏自己的欲望，这可能会导致情绪困扰，要么以不健康、未经考验的方式探索它们。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人们会有偏好，判断是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危险的，以及为什么理解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如此重要。什么是性偏好？性偏好是指任何偏离所谓香草规范之外的那些偏好，比如角色扮演、权力动态、感官刺激游戏，或者任何以个人特有的方式为事情增添情趣的东西。有些人被支配和服从所吸引，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身体刺激或偷窥所吸引。这是一个广泛的范围，让一个人兴奋的东西可能会让另一个人彻头彻尾的困惑或不安。没关系，关键的一点是，偏好本身并不是坏的或有害的，但我们与他们互动、处理和理解他们的方式确实很重要。评判的力量以及它为何可能是危险的。社会总喜欢管控欲望，某些偏好被主流文化所接受，而另一些则遭到评头品足或怀疑。这种做法迫使人们将欲望藏匿起来，使他们对一些在自愿和互相同意的前提下本来完全无害的事情感到羞愧。真正的问题是，当人们觉得他们必须隐藏或压抑自己的一部分时，他们没有机会以健康的方式处理它。压抑会导致强迫性行为、保密。在极端情况下，有的人的行为会变得确实有害。开放的对话和安全的探索使人们能够以自我认知和责任感来审视自己的欲望，而不会让羞耻感笼罩这个过程。当性偏好与创伤联系在一起时，事态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了。一些性偏好，尤其是那些涉及权力不平衡、控制或恐惧的性偏好，实际上可能源于创伤。已有研究和个案报告表明，一些经历过某种类型的虐待或情感忽视的人，可能会发展出带有这些经历元素的性偏好，只不过是在一个他们可以掌控的情境中进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想要重新经历创伤，在很多情况下，幻想是一种重新获得曾经失去控制的东西的控制权的方式。一个在童年时期感到无能为力的人可能会发展成一种支配型的性偏好，曾经历过强迫的人可能会在探索自愿的服从中找到安慰。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可以自己设定界限，并决定是否给予允许。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性偏好何时可能掩盖了未处理的伤口。如果一个人只在反映过去伤害的动态中感到安全，这可能是一个表明需要进行治疗的迹象了。性偏好可以是处理情绪的一种健康方式，但它们不应该取代真正的治疗。幻想与现实，为什么它们不是一回事？关于性幻想的最大误解之一是，它们代表了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想要的东西。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一些人可能会有关于非自愿情境的幻想，但在现实中却完全不希望真正经历那种事情。另一些人可能在亲密关系中享受服从的角色，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完全独立且掌控自如。大脑就是这么奇妙，它会把事情分门别类地储存。理解想法和真实愿望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并非所有幻想都需要付诸行动，有些事情注定要停留在想象中，这没关系。问题在于，人们不去审视自己的想法，只是盲目地跟随冲动，而不去追问这些冲动来自哪里。羞耻感与压抑在回避行为中的作用。
有时我们所说的性偏好，可能实际上是把注意力从更深层次的东西上转移开。一个人可能会陷入极端的性经历，以避免面对自己真实的性取向。有未解决的创伤的人可能会用强烈的性接触来麻痹他们不想再面对的情绪。性偏好本身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参与其中。它们是我们愉悦与自我表达的延伸，还是一种逃避，让我们避开那些不愿面对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我们需要开诚布公的对话？如果我们想要更健康的性关系，我们需要能够毫无羞耻地谈论它。评判人类的欲望并不能让它们消失，这只会把它们推向隐晦。而且当我们不审视自己的欲望时，我们就失去了真正了解自己的机会。通过创造一个诚实对话的空间，我们可以打破神话，减少伤害，并为大家提供工具，以一种安全、自愿和自我意识的方式探索他们的性行为。所以如果这是有些小伙伴们眼下一直好奇或纠结的东西，你们并不孤单，你也没有什么毛病。我们越了解自己，我们就越能做出更好的选择。生活的方方面面亦是如此。这支影片让大家感觉如何？会不舒服吗？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继续留言讨论，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